我最近特别好奇那种细如发丝的龙须酥是怎么做出来的，所以我买了100多斤糖，我想在家体验一下这个过程。然后做之前我看了一宿教程，我当时感觉我厉害透了，甚至我觉得这玩意儿都没有小时候翻绳难。结果干上之后，那翻车都要翻出花来了，那糖不少软了就少硬了，甚至有一单我那糖拉着拉着还给我弟头发粘一起。好家伙，正值正月，他头发赶上这么大个节，这事儿我想想都替我爸感到后怕呀。后来在做的过程里，我们一直在失败，甚至一度熬糖的速度都赶不上我们失败的速度了。关键这玩意儿它没法通过结果倒推过程，就是失败了之后，我们不知道因为什么而失败的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我们知道错了，但不知道错哪儿了。后来我去问了问我姑，我记得他2年前就做成过，他在一些细节上帮我们进行了校正，同时让我明白了很重要的一环是拉糖时候的温度。这个温度虽然没有具体数值，但可以通过一些行为给它具象化，就是拉糖的时候，只要它足够把手烫得通红，那这事儿基本就成一半了。然后随着越来越成型，我们就打算去挑战超大份的了。做之前打算先补充一波体力，就喝了几个特仑苏早餐奶。这奶是我最近在淘宝囤的，最近他们百亿补贴活动，这一箱到手才30多块钱，比平时买便宜20多，我直接囤了3箱。现在去淘宝搜淘宝百补123，或者点左下角就能看着。还有好多数码产品也全网低价，价格贼合适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但是这大号龙须酥拉起来可比小号难多了，很多环节都是亮面产生了质变。而且我发现多人一起拉糖，考验的其实不是默契，而是情感。那干的时候我仨都快毕业了，我当时就觉得有些老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，这3个和尚凑一起呀，他果真是没水喝呀。后来我们在长达30多个小时的失败里边，终于找到了一些技巧。这回拉完之后，那龙须酥真是要比头发丝还细了。然后为了好吃，我们还加了点坚果碎，这吃着跟小时候在街边买的简直一模一样。不过想想也挺神奇，平时我都是看人在夜市拉，从来没想过这玩意儿居然自己在家也能拉。后来其实我又尝试了很多次，我试图能找到一些可以量化的标准，但成功的概率非常低。所以最后我总结为，只要不是老师傅干这个，那想成功的办法只有一个，就是撞大运。而且这个东西吧，其实不太适合在家做。我们做完了之后，那屋里跟喷过灭火器似的。完了晚上洗澡的时候，居然还洗出一身欠了。你说这你受得了吗？这个。我最近特别爱吃那种即食的带鱼罐头，尤其是吃饭的时候，就不管桌上多少个菜，要是不开2罐带鱼罐头，就感觉这饭吃的空落落。所以我去买了300斤冻带鱼，我寻研究研究这玩意儿在家能不能做。不过刚开始我们很纠结，就这层银膜需不需要去掉。后来试了好多做法，还是决定给它刮了。因为在北方买的冻带鱼，它的死亡时间可能比我年龄都长，这就导致它外面那层膜特别腥，炸的时候还容易糊。但是这层膜呢没那么好刮，而且内脏化了还有特别大的腥臭味。我们整整干了40个小时，从黑天到白天又到黑天。我从最开始闻不了腥味，后来活生生的给我干的都闻不着腥味了。妈，这活干真绝了。然后这冻带鱼在刮完膜之后，还得再去除它的贴污血的黑膜。为了吃的时候口感更好，我连那鱼翅都给剪了。真的，我从来没见过这种颜色的带鱼肉。没想到脱去了现实主义的灰色外衣之后，里边居然藏着一颗粉色内心。这带鱼肉现在直接上嘴舔一口都不行，那完全是母婴级的处理标准。不过收拾的这么彻底吧，就是有点费钢丝球。我第1天买了50个，第2天买了100个，第3天我眼见着那超市连夜上了8箱货。但好巧不巧的是，这会儿我们已经把鱼都处理完了。这些带鱼在切成段之后，还需要再腌制一下才能下锅炸。这会儿正好没啥事儿，就试试在得物买的新衣服。最近天暖和了，在得物买了几件小七喜的卫衣和外套，这一件才100多块钱。马上开春了，出门穿个卫衣正合适。有想买的直接点评论区链接就行，还有机会抢1000元的无门槛优惠券呢。这几件衣服都是他家的，现在换季有折扣，可划算了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然后这些带鱼段腌好了，就可以直接下锅炸了，一点淀粉都不用放，炸透了就是特别好吃的干炸带鱼。不过一下炸了这么多鱼，屋里还逐渐有了点炸东西那种香味儿。这现在呀，地是腥的，天是呛的，整得我一时之间都不知道朝哪边喘气儿了。然后为了让这罐头更好吃，我还放了好多五花肉和黄豆。现在炸好的带鱼段再配上汤料辅料，就可以直接放到高压锅里压了。这出锅之后就已经非常好吃了，软烂入味，就连鱼刺鱼骨都吃得特别酥。不过这鱼类罐头放凉了才是最好吃的，而且汤汁还会变成这种端端的鱼冻。这回呢一共做了2个味的，一半红烧一半香辣。就这要是拿到单位或者学校食堂去吃，那放饭的时候绝对是全场焦点。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好吃的吃法，是可以把它拌到一碗刚出锅的米饭里，等平时犯懒的时候来上这一碗又能吃饱又能吃爽的猫蜜饭，吃完了再来瓶甜水猛劲儿打个嗝，我天哪，这不绝世香香吗？
我最近要让这个一天热死了，天天一动就一身汗，完了还吃不进去饭，所以我买了400斤鸡架和200斤其他。我打算做一个解暑3件套，好让我和我的朋友们不至于在这个炎热的夏天被活活饿死。但是没想到这些东西批量制作起来居然这么麻烦，尤其是这个鸡架，差点没给我们几个做嘎了。我们得先掏掉肺子、贴骨血、皮燕子，还得再反复的浸泡和清洗，这样吃的时候才能没什么腥味儿。然后我原本打算把这鸡架上的鸡腰子给做里，但是我们试吃了一下，发现这玩意儿香是真香，但说法也确实是挺大。就吃完这一小盘之后，直到凌晨3点，我看这哥俩眼睛里汗呼呼往外冒火呢。然后这鸡架我们的做法是先卤后拌，卤完的鸡架就已经非常香了。我后来又用这原汤调了一个特别好吃的拌汁儿，但是这会儿有一个特别麻烦的事儿，就是这鸡架不能剁，只能掰，而且还只能掰一个拌一个，要不然就会出现分赃不均的情况。等把这些鸡架都装完了，我们就可以做凉拌面了。为了吃的香，我这次做的是葱油凉拌面，而且每一份里都配了一袋油炸花生米。这面条吃着酸酸辣辣的，是既开胃又爽口。但是麻烦的是每一样东西都需要独立包装，就导致这个流水线特别混乱，后期甚至出现了一个人上厕所需要经过4个人审批的恶劣事件，就一度都要给我干崩溃了。我现在明明是在家呀，怎么处处飘着单位的脏风气呢？然后我原本还买了5个烤箱，打算做点烤鸡架吃，现在累的也不想折腾了。正好家里还有几个闲置的空调扇，都是全新的，就一起挂在闲鱼5块钱一个出给大家了。你们点评论区链接或者闲鱼搜狗送就可以了，一定要认准加 V 的，可以关注一下，后面还会持续上新。你们要是有不用的东西，也可以挂到闲鱼上卖闲置赚点钱。然后做绿豆沙的时候，我从泡绿豆到煮绿豆全部都用的是薏米水。就解暑虽然迫切，但祛湿也同样重要，因为我们家这空调已经整整2个月没关过了，我甚至觉得我每天上秤就是为了检验昨天的泡发成果。这绿豆沙我是调味做的浓缩版，回家冻着直接吃，就是特别香浓的绿豆沙冰棍，也可以再兑点奶，那就会变成一杯带着冰碴的绿豆牛乳冰。最后把这2000多袋东西都打包了，现在这餐包只需要回家加点配菜，用不了5分钟就能得到一份既能吃饱又能吃爽的解暑套餐。然后要是想少刷一个盘的话，还可以直接做成鸡架拌面，这天热没胃口的时候整上这么一顿可真是太舒服了。主要做完这些东西之后，哈尔滨就开始降温了，在多数城市都40多度的时候，我们一直在过20多度的夏天。就这个天气，我真的特别想感慨一句，当年投胎赌对了。今天全家都比较消停，我们出来野游来了。这小子说发现好窝子，起早就上家求我们哥俩去了。等我到这一看，人家都是开房车来的呀。我说哥们，咱这俩破玩意儿是不是有点拉胯呀，在这儿？他说你别看他们坐着舒服，但他们吃的肯定没咱好。真的，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我说那他妈不废话吗？那肉是我们哥俩带的呀。秸秆、酸黄瓜还有前女友辣我家的机器大拌菜，这么大一块的牛肋，你一口吃下去啥感觉呀？哎呀，感觉就是这一口差点没把我腮帮硌脱臼了。今天最大的惊喜是我们尝试了一下子自己琢磨这个炸串。但这小子问我说咱上学的时候是不是学过一首诗叫独钓寒江雪，油炸蓑笠翁。我说哥们，你能开个这么好的车，应该和你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呀。就这个大太阳要是晒一天，我说你们晚上收拾东西容易分不清哪个是我哪个是碳。我弟说莫慌，他在得物上买了2个帽子，这2年 MLB 挺火，这帽子好看又百搭，而且最近评论区有活动，比专柜划算不少，推荐你们也看看。我说你没给小心眼也买一个吗？他说咱这么多年了，我能光想着你不想着他吗？好了，肉挺贵的跑吐了。这俩人闹完了，从来也不真打，都急死我了。我说今天给我苟某人3分薄面吧，我这还有2盘炒饭，你俩要打起来我就没工夫吃了。一听炒饭，他俩也回来了，你这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是。就我这点炒饭给街里街坊全馋过来了，而且这东北人是热情，没寒暄2句，他们已经坐那吃上了。完，我们在旁边打扑克，那大爷非要来一门，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儿还是发生了啊！爷们儿，这个东西挺金贵，好好给我伺候着。给你打个脚。下礼拜咱们还在这个地方，谁别跑。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岁数的男人还能这么天真。我有毛病，我下礼拜还来。快乐，我今天太快乐了，我决定啥快乐我吃啥，什么碳水呀、热量啊，我也不管了，我就这一顿把我那个收藏夹老窝捅他。奶茶都多长时间不敢喝了，今天放开了，今天这俩字儿猛续。再来一块，咬一口，满嘴流油的大肥肉。
奶茶就肥肉，谁都别想瘦。炸鸡这玩意儿3天不吃我就想，所以我今天要吃出3天的量。这就叫快乐他爸给快乐报信儿，快乐你妈到家了。但我今天最快乐的事儿不是这个，是我把我弟的一个旧手机拿到转转 APP 上卖了。他们家回收手机价格高，我旧手机还卖了4000呢，而且免费上门收货，我家都没出就把手机给卖了。哎呀，我这波可太赚了。这种快乐像啥呢？像你在要洗的衣服兜里翻出钱来了，完了你仔细一看，原来这是你对象的衣服，意外收获呀！我为了再放大一点快乐，我干了一包10片芝士的方便面。哎呦，我这顿饭吃的，我们爷俩容易下不来桌啊！来吧，吃快乐，不吃香香了。烤瓜、葡挞、翠花、辣炸、可沙、芝拉、蒜黄，还有最快乐的 NC。对 ，NC 的快乐就是 NC。我弟今天吃的也挺快乐，他还跟我频频快乐碰杯。但我现在心里就盘算着一个事儿，就是他这个座机能不能让转转卖了呢？我昨天不让人掏老窝了吗？本来寻思今天得吃折螺呢，但这帮老小子掏挺干净，不光菜没咋剩，我看我弟家的烤箱和冰箱里的俩猪蹄也没了。我一度以为这几个爹是借着聚会的慌，他妈上我家上货来了。我以前觉得切蒜苗的声挺治愈，但现在它也治不住我了。我打算等会儿炒蒜苗的时候烹点云南白药，我这火上的可太他妈大了。汗毛给我燎掉了。这可他妈真那个屋漏偏逢他妈连夜雨啊！家让人掏空了，汗毛还没保住。这排骨我原来是打算切成小块烹成蒜香骨吃的，气的也他妈忘腌了。好在这帮爹还给我留了点糖，烹成糖醋口吧，要不这可真是闺蜜一过，帽子到货，哥们一来含泪拜拜。今天这饭非常好做，因为全看他妈家里还剩啥。也行啊，没得选就是最好的选择呀。家里剩的就整出这么几个玩意儿：蒜苗炒肉又炒蛋、炒豆角 C、尖椒酿肉、糖醋小排骨，还有昨天因为烫没拿走的 ST。我们哥俩今天只能吃这些玩意儿了，当他妈减脂餐吃吧。去你！